牵手的那一刻，宋威龙赵今麦把龙脉写成了最温柔的故事。你有没有发现，有些爱情名场面根本不需要轰轰烈烈，没有盛大的告白，没有夸张的台词，甚至没有刻意设计的浪漫动作，只是冬天的夜晚，两个人并肩走在街头，手轻轻牵在一起，脚步慢下来，风吹过衣角，路灯落在肩膀上。那一瞬间，观众突然就懂了，原来真正让人心动的爱情从来不是轰轰烈烈，而是我走我的路，而你刚好愿意陪我走这一段。而这一次让无数观众再次破防的就是宋威龙和赵今麦，也是大家熟悉的龙脉。当骄阳似我把林宇森和聂曦光的故事送到观众面前之后，这对荧幕组合就一直拥有一种非常特别的氛围感，尤其是那些温柔自然没有太多修饰的互动，一个眼神，一次靠近，一个下意识的照顾，还有冬夜里牵着手一起散步的画面，这些细节看起来都很普通，却偏偏最容易让观众上头。因为真正高级的甜从来不是把糖直接塞到你嘴里，而是让你自己发现。宋威龙饰演的林宇森本身就是一个情绪相对克制的人，他不会把所有情绪直接说出来，很多时候他更习惯用行动表达。而赵今麦饰演的聂曦光则像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能量，他明亮、活泼、真实，有一种非常自然的生命力，一个像冬夜里的灯，一个像冬天里突然出现的阳光。当这两种气质碰到一起之后，最有意思的地方就出现了，他们不是完全相同的人，恰恰是因为不同，所以才产生了特别的化学反应。这也是为什么很多观众看骄阳似我的时候会产生一种很奇妙的感觉。明明知道这是电视剧，明明知道宋威龙和赵今麦是在演角色，可是当他们站在一起的时候，你还是会忍不住觉得林宇森和聂曦光好像真的应该是这个样子。尤其是冬夜里的牵手，这个动作真的很简单，但就是因为简单才更容易击中观众。想象一下，天气很冷，街上的灯光不算明亮，两个人并肩走着，也许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话题，可能只是聊今天发生的小事，可能只是一起回家，也可能只是单纯想多走一段路。可是走着走着，两个人的手自然地牵到了一起，没有任何轰动，没有任何仪式，甚至没有一句我爱你，但是那个动作本身就已经说明了一切。我知道你在，我愿意陪你，你不用一个人走。这种爱情为什么会让人上头？因为它太像现实生活。现实里的爱情真正让人记住的往往不是那些大场面，而是有人下雨的时候替你撑伞，是你冷的时候提醒你多穿一件衣服，是走路的时候他会默默放慢速度，是过马路的时候下意识牵住你的手，是两个人都没有说话却不会觉得尴尬。这些东西没有电视剧里的轰轰烈烈，却比轰轰烈烈更加真实。而宋威龙和赵今麦最特别的一点，就是他们在很多时候并没有刻意把这种甜表现得特别满，他们的互动更像是一种自然流动，所以观众才会一直盯着那些细节，一个转头，一个笑容，一个距离，甚至一个很短暂的眼神，都可能成为粉丝反复回看的理由。这也是龙脉这个组合最有意思的地方，大家讨论的从来不只是甜，而是他们为什么看起来这么自然。宋威龙的外形本身就带着一种清冷感，他站在那里不说话的时候就很容易给人一种距离感，可是当他面对赵今麦的角色时，这种距离感会慢慢变软。尤其是当林宇森开始真正进入聂曦光的世界之后，你会发现这个男人的表达方式发生了变化，他不再只是一个冷静、成熟、理性的角色，他开始有了很多非常生活化的小情绪。而赵今麦恰好能够把聂曦光身上的灵动感带出来，她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完美女主，她会开心，会犯迷糊，会冲动，也会因为喜欢一个人而变得有一点小小的可爱。所以当两个人走在一起的时候，就形成了一种很舒服的反差，一个稳，一个活，一个安静，一个明亮，
一个负责把情绪藏起来，一个负责把气氛点亮。这种组合真的很容易产生化学反应。更重要的是，骄阳似我本身讲的也并不是简单的男主追女主，它更像是在讲两个人如何在彼此的陪伴中完成成长。聂曦光从校园走向职场，他经历过青春时期的喜欢，也经历过错过和遗憾。而林雨森的出现，让他重新认识爱情，也重新认识自己。所以他们之间最打动人的地方，并不是谁征服了谁，而是两个人最终成为了更好的自己。这也是为什么冬夜牵手这个画面会特别有意义，因为牵手不是故事的终点，它更像是一个象征。过去的迷茫结束了，曾经的遗憾慢慢放下了，两个人终于站到了同一条路上。从这一刻开始，不管未来有多少风雨，至少他们愿意一起走。而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骄阳似我收官之后，观众依然会不断回看这些片段。一部剧结束了，角色的故事结束了，但是角色留下来的情绪不会马上消失，尤其是那些没有说出口的情感，反而会在观众心里停留很久。宋威龙和赵今麦的组合也是如此，他们没有必要一直用高浓度的糖来证明这对 CP 有多甜，因为真正让人记住的是那些非常轻的瞬间，轻轻一笑，轻轻靠近，轻轻牵手，轻轻地陪对方走一段路，就像冬夜里的风，没有声音，可是你真的能够感觉到它。当然，我们也必须把荧幕和现实分开。宋威龙和赵今麦在作品中呈现的是林雨森与聂曦光的爱情，观众可以喜欢他们的 CP 感，可以享受角色之间的浪漫，也可以反复回味那些经典瞬间。但这些美好首先来自演员对角色的塑造，正因为他们把角色演得足够自然，所以观众才会产生这么强烈的代入感。这其实也是演员最厉害的地方，不是让所有人相信他们本人就是角色，而是让观众在观看的时候暂时忘记演员的身份。你看到的不是宋威龙，而是林雨森；你看到的也不是赵今麦，而是聂曦光。直到镜头结束之后，你才突然意识到，原来刚才那个让自己心动的人只存在于故事里。可是这恰恰就是电视剧的魅力，它给我们一个机会，让我们在现实生活之外去体验另一种爱情，一种可能不属于我们的爱情，一种可能永远不会发生在现实里的爱情。但是在那短短几十分钟里，我们可以相信他，可以为他开心，可以因为他们牵手而嘴角上扬，也可以因为他们终于走到一起而觉得，原来等待是值得的。所以，如果一定要给龙脉这段荧幕故事一个关键词，我觉得不是甜，而是陪伴。因为甜蜜可能只有一瞬间，但陪伴是一条很长的路。冬天很冷，夜也很长，可是两个人只要手牵着手，就不会觉得那么冷。这也许就是骄阳似我最温柔的地方。所谓骄阳，并不一定真的要出现在盛夏，有时候一束光可以出现在冬天，一个人也可以成为另一个人的光。而林雨森和聂曦光就是这样，他们不是让彼此的人生变得完美，而是让彼此在面对生活的时候多了一点勇气。所以当我们再次看到宋威龙和赵今麦并肩走在冬夜里的时候，也许真正应该记住的并不是他们牵手的那一秒，而是他们愿意一起走下去的感觉。因为爱情最浪漫的从来不是一句永远，而是今天晚上我陪你走回家，明天早上我依然在这里，下一段路我们继续一起走。这才是龙脉最让人心动的地方，不是轰轰烈烈，不是刻意制造，而是两个看起来完全不同的人在漫长的故事里慢慢靠近，最后变成了彼此生命中最温柔的一束光。所以如果你也曾经被骄阳似我的某一个瞬间击中过，那么你一定会懂，有些 CP 不需要解释，一个眼神就够了；有些爱情不需要宣言，一次牵手就够了。而有些故事即使已经收官，我们还是愿意一遍又一遍地回去看，因为我们怀念的也许不只是林雨森和聂曦光，而是那个曾